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泰美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unny。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导演张伟志导演，还有我的好朋友娃娃。大家好，张伟志导演，我是婷君。那其实我跟婷君认识很久了，然后因为他是做艺术治疗，然后他也是小金鱼亲子共学协会的创办人，所以在泰美的工作上，我们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部分。那这一次他呢介绍了我，应该说我听这个导演的名字听过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本人。那最近因为他们有一部新的纪录片上映了，叫《8岁》，所以今天我们会特别好好聊聊这一部片。除此之外，昨天娃娃跟你们小金鱼跟三鱼书店也有举办一场放映会在高雄嘛。那因为娃娃对这个工作了解的比较深入，也可以多分享一些娃娃过去参与纪录片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就会3个人一起聊。对，好的，谢谢三，谢谢你们来泰美。好地方。刚刚前几天都在下雨，然后昨天从台北下来，所以难得好天气，因为高雄连续下了很多天的雨。所以你平常是住在北部哦？北部为主，然后教课授课，因为有在高中教书，了解。然后教到去年也是教影像课，然后生涯探索课，所以这些影像课也就慢慢累积成今天讲的这部电影。OK，那导演过去应该也拍过不同类型的电影嘛？那要分享一下怎么会有这一次的电影的产生？那个其实说拍电影太强大，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抱负，我也没什么电影梦。那我本身呢，其实也不是电影相关背景，然后也不是影像相关背景。那是因为在学校搞笑背景，OK， 谐星吗？然后在做这个之前，其实我们都是拍一些昆虫的，因为我是在台大的昆虫所，那里面会做很多的生物拍摄。那这些素材拍完之后，提供给高中国中或国小学生当做科学教育使用。只有拍素材，所以我不会讲故事。可是我很会拍，很会拍，然后会养虫啊什么。那是这样子开始培养起来说，原来拍东西是这样。那别人会觉得说，你好像拍得不错，那就慢慢的参加一些纪录片的提案，那就认识娃娃。那在最早之前，就是开始喜欢昆虫之前，你在做什么？就在学校待了10年。教书，教什么？没有教，是研究，做研究。对。所以这其实是学术背景的。学术背景比较像，了解。比较像。可是领犬员，我在之前因为在南部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爸爸住高雄，那时候也是为了要就业。你知道南部其实就业不容易，那我们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我那时候就有考防检局，就农委会防检局。然后也做领犬员的工作，就在屏东这边竹田，那屏东屏科大里面有一个征收犬训练中心，我在那边训练了1年，不到1年了，就是大概8个月吧，6到8个月，然后有到一些饲料厂，南部屏东这边很多饲料厂，去闻有一种药品。粉末叫莱克多巴胺，其实就是现在讲的瘦肉精。那我们带狗狗1车1犬1人，在屏东、高雄地区的饲料厂也好，然后猪舍，去那边巡查，看有没有人有瘦肉精，带狗狗去闻。后来这个计划其实后来停止，因为其实效果不好，那就停了。停了之后我要失业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会拍8岁警犬纪录片，其实那个是一个缘起，大概这样。OK，那后续呢？就是怎么会正式开始拍这部片 ？OK， 好，会不会你晾太久了？不会啊，不会哈。我很喜欢听故事。哎呦，那你也跑来，他说要 QQ 你，要不然。等一下，第2阶段让他发挥。第2阶段好，那这个阶段我先来。这个阶段我先来撑一下场面。好，那
缘起是我跟娃娃去投新北市纪录片，然后那是2014年，然后那部片是我们讲寿山的猴子来去猕猴家做客，对，这片名我还记得是娃娃取的，然后他还找人帮我们写了这个字这个片名的字。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说，我们会拍，可是说实在不会剪，连提案都不会。那是2013年的事情。那我们大概准备了几个月，还去台北。那个时候其实是他跟我共同去走进纪录片的第1年。我们都是处女座，都不会真的哦，我们俩都不会，处女座对，我们都不会。那个时候就到处问，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怎么提案。我们还特别跑一趟台北。那怎么会选猕猴啊？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就这个你可以讲，这个你可以讲，你讲，就是我一开始认识伟志哥时候，他带我去路边拍黄蝶，然后也去美容拍黄蝶，然后我不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拍很常见的蝴蝶，不去拍一些比较特别稀有的，然后就跟我讲到就是他之所以会记录黄蝶的原因，然后从黄蝶，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生物多样性，然后就是我们台湾的就是这些昆虫的栖地的问题，就是从一个很常见我们日常生活可以俯拾即是的这些昆虫，我们可以去介绍，应该说去关心我自己生活周遭的这些生物它们的生存的困境。那原本我也不太了解一棵树代表一个宇宙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观，然后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带我认识这样的生态观点，所以我的眼睛从就是心理学的背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我很喜欢。然后他就因为那时候我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瓶颈，因为在医院工作又在监狱工作，我的情绪有点不太好。然后他就鼓励我去外面多接触大自然。那可是不要，我真的记得伟志哥告诉我是说，叫我不要走马看花乱看一通，就是找到一种生物，然后就是去认识它。那台湾猕猴是我们高雄唯一的一座山最容易看到的生物，就是在那里啊。所以我就是去观察台湾猕猴，然后观察台湾猕猴，我就开始去问当地人说有没有人比较了解台湾猕猴。然后这些爬山的人，就有人告诉我说要去找林金福老师，他是一个国文老师，但他很了解台湾猕猴。然后我还真的就去找他，然后跟他聊过天之后，发现这个人很特别，他帮每一只猴子都取名字，是那个林美美的爸爸。对，然后他帮每一只猴子登记户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林金福老师只被一个人拍过，那个人忘记人是谁，反正那个人是生态纪录片的前辈，除他以外，伟志哥写就是第2个了。可那个时候他就是等于说他有在我们之前跟他接触之前，他已经有拍过1次的经验，然后对于我们要来拍这个猕猴的困境，他其实非常乐意的，因为他很希望有人帮他把他的满肚子的怨言可以有一个宣泄。对。所以也因为这样认识林妹妹。那时候她其实还没有进入到公众视野当中啦，比较是她爸爸。然后我们就是跟林金福老师上山，然后也因为这样，我真的就照我很乖啊，就照着伟志哥跟我讲的，就是去观察某一种生物。然后我就发现我不用出国。我其实就有出国的感觉。就是完全跳入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在很短的时间，然后大量吸收关于台湾猕猴的知识。然后就算我从小爬柴山，原来柴山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我没有去过的。所以就爱上了拍纪录片，就这样。对啊。OK， 就打开了个关系。再拍，对啊，再拍，后来又拍第2部这样子。对，那我就继续接好了，继续接下去。他刚刚讲的那个黄蝶啊，实际上就是美浓了。他们在美浓，那美浓有一个黄蝶祭。黄蝶祭，它那个祭是祭典的祭啊，它不是那个。那黄蝶祭，所以人家讲说美浓有一个黄蝶翠谷。黄蝶翠谷，那黄蝶翠谷
什么地方会有这么多的黄蝶呢？因为它除了旁边美浓那边还有一个美浓溪以外，其实它还有叫一个叫铁道木，就铁道木很高的一种树。那这种树呢，一般其实我们会叫铁道木，铁道木其实它就很直啊，那个木头很直。所以说，在某一些季节出来的时候，那种黄蝶会大发生，就是会有一大堆这样的跑出来这样飞。那可是因为栖地破坏了之后，那这个蝴蝶的量也越来越少。那可是这些蝴蝶好像多跟少，似乎好像民众早年的人反正就觉得很多。那少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他们损失了些什么。可是就美浓这个地方，他们的文化性非常的强。那他们就这一方面祭典或者是这些仪式的保存也非常的坚持他们这样子的精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布置，那些跟黄蝶有关用染布的方式去布置的那个现场，其实你会觉得蛮感动。那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我是说其实我们拍纪录片的起源就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其实拍警犬这个片子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参加新北市纪录片这个活动，然后也得到优选被看到，然后第2年呢，我们又持续，就是我啦，我又自己持续在做，他不知道就去忙什么，我搞不清楚，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说，哎呦，有一点信心了，然后我就做第2年，第2年也蛮侥幸哦，我去爬宜兰那边的松罗湖去找水蛇，找水蛇，那跟宜兰大学的毛俊杰老师的团队一起去找高海拔的湖泊里面的蛇。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讲过很多关于蛇的很好笑的笑话给我听。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问说，那你下一步要拍什么？经常就会有人问要拍什么这种习惯性的问题啊，就是你下一步要拍什么？2你为什么要拍？3你拍这个想要干嘛？这样子，大概这是基本的1、2、3。那所以我到后来其实统一的回答是，我要把12生肖拍完。那12生肖拍完，好像差不多也可以退休了这样子。后来就拍了之后，其实龙虎都有哦，龙也有哦，龙虎都是什么？是我外甥龙兄虎弟，那是2023年的一部纪录片，讲忧郁症真的哦。对，所以有时候虽然是生态啦，可是我后来的这几年比较转型关注于人的事情。那当然一开始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喜欢去拍一些生物，可是我又不大喜欢去拍保育类比较特别的生物，因为我觉得那个关注度很高，所以我就找跟我们身边有关的生物，比如说里山的猴子啊，或者是他刚讲的黄蝶啊，还有一些蛇，这样子，还有螃蟹，还有螃蟹啊，鲨鱼啊这些。OK， 那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我新北提案我没有选上，就是没有中，那没有中反而我会想说，那我下一步要拍什么？那时候就有看到一个新闻是在讲说，2017年台北市然后办了一个准备筹办世界大学运动会，就是我们讲的世大运，要在台北市承办，然后新北市警察局有一个警犬队，然后他在招募警员，一起去扩大他的领犬员的数量，在世大运的时候去做侦报跟缉毒的勤务。那我那时候就，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有提说，我之前有一些这样子的背景跟训练。不是因为要把12生肖拍齐吗？还没，狗狗也是啊。对啊，狗也是其中一个。对啊，狗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这个题材，我还蛮有兴趣的。那因为我们不是电视台我们也不是说有什么很大背景的人，说可以去拍一个警察的议题。那警察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团体，然后也很保守。他对于你要进来，你要干嘛？
他会有一个很防备的心。那能够让我们顺利的进去警察机关里面拍片，我觉得那个努力就花了一段时间，就花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说他们愿不愿意让我进去。那不过很感谢那个时候的新闻局的局长叫张其强。那因为我就请他帮我把我有一张 A4 的 paper 给在议会交给警察局局长。那没想到警察局局长很快就同意，就说那你们可以来拍拍看。那可是一进到派出所，进到这个警察的警犬队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适应了。你就算能够进去，也不代表说这些警察同仁会接受你，狗狗也不一定会接受你，不是不会，一定不会接受你。看到你就是一个陌生人，就开始狂叫，看到麦克风就咬嘛。所以我们那个麦克风像就毛麦克风，不知道咬烂几只了，这样子，看到毛就想咬，看到棍子就想咬，看到人也想咬。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的拍摄是属于适应跟认识，光那个阶段大概就3个月我们才顺利的进到队里。那也还好啦，就是说队长那个时候的队长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顺利睡在队上。哇！所以我们是进到那个警犬队，睡在那个队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生活。跟狗狗真的是适应我们的味道，适应我们的机器，才有后面能够顺利去记录他们训练的过程。那个时候就是2016年，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预算。很久以前了耶，很久以前，10年了耶，10年差不多。你看，像2015就9年前，所以9年前其实我们就在拍了。哇！拍那个东西就会有人讲说，那你钱呢？经常我们会被问到问题，就是你拍纪录片钱从哪里来？我想娃娃也可以证明一个事情，没钱我们都在拍，没钱也在拍。那会问说，那拍了之后要干嘛？其实还不大能够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是个事件，可是你拍了之后会怎么样还不晓得。这个是我自己一直觉得纪录片浪漫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一部片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觉得的浪漫，我们是会觉得是常态，对不对？我们觉得是常态。当然，做片子是要有一点浪漫的个性，因为你就觉得他很真心去保留一个东西，可是你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钱在哪里，可是他就是一个意念。一开始我觉得确实是，对啊。我觉得刚开始我们两个都还没有进入到我不会说我是纪录片圈子里面的人，因为毕竟我还是在我的教育工作里面。但是我觉得伟志哥，毕竟我们两个的第一次进入到纪录片这个领域里面，认识很多专业人士，其实是一起进去这个地方的嘛。我会觉得伟志哥心还蛮单纯的。还有就是一部分，事实上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钱买设备。因为如果真的得奖了，用我们现在很破烂的设备，如果真的得奖了，我们就有钱买更好的设备。所以第一部片真的确实也得奖，那我这个就把钱拿来投资买设备。所以他其实有他实际上的原因，就好像学生想要有那笔奖金，他可以更新他的吉他，他可以更新他的东西，所以他确实有动机，奖金有动机。但就跟商业片它的逻辑其实是很不同的。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我自己其实喜欢纪录片胜过商业制作，因为我会觉得它的那个东西很美啦，我觉得它很美。那你喜欢纪录片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举例来说，之前我们泰美很久以前办过那个日常对话的导演放映，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是他这样子拍他妈妈拍了18年，然后就这样慢慢拍，然后最后把他的故事呈现，然后后来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念纪录片，然后也陆续接触一些纪录片，我觉得那个是浪漫，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很真心的视角，就是我想要把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有被记录的意义，被分享的意义，它可能是我生命中的事，或者是我看到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我想要把它呈现，然后它其实是很无私的一个过程，它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呈现，但是它没有太多的设想啊，或是可以赚多少钱啊，或是要怎么宣传啊，说它其实很难预测后面连它什么时候可以上映，几年之后可以剪完都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很浪漫。
哇，他可能就代表了很多人对纪录片导演的想象。其实桑尼刚刚讲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最近的感受，完完全全100%。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其实就完全正中我的想法。就说2016年开始拍这个片子，拍到2017年世大运，在台北市这样子办了一场像放烟火一样的活动，那整个北基桃整个地方就是这样在动起来，有很多的活动。那跟着这个勤务这样子去拍摄，你会觉得就一股脑其实就栽下去，拍这些狗狗，警察去做场地检查，环境安检什么做陪着他们这样每天这样去做，不曾想过这个片子到2026年的现在，2025年，自己加1年的现在，会用电影的形式，用售票的方式，在全国跟大家见面，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人愿意花9年的时间投资你一个可能收不了尾的电影。我有看，我今天有查，就是好像微秀，然后现在各大影城都是有上映。对，那现在比较少，现在只剩1个。可是我觉得，就纪录片来说，因为我们没有行销宣传的预算，当然我们都有去访过价了，那个价格不是我们可以负担的。然后的最后的结果，其实我们就像现在这个，所以有些人讲说，你这个片子我们都不知道。那实在很抱歉，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下，实在下这个，所以说很多的场合的宣传跟包场，或者是我们都会亲自到。好，那个是后段，可是我想讲的是说，其实每一个片子，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像天造地设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或一个结果，大家就会去评断这部片子。坦白说，这部片子能够成型，是因为去年2024年的12月17号，当初我们拍的这6只狗退休，6只狗狗退休，那狗狗退休，警察局就办了一场活动，说就让这个狗狗退休之后有领养家庭来领养，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仪式跟活动。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警察局就请我说：“伟志，你当初有拍一个片子，那你那个片子可不可以我们在现场来放给这些长官或者是贵宾看？”我说：“没有问题啊，反正就拿去看嘛。”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去拍啊？要不要来拍？”那其实那么多年了，坦白讲，我也没有想过说这个片子到后来会怎么样，真的会剪出来。那是去年12月的事，我都还没有想要剪一部片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嘛，那我就去。可是实在我也不太想要拍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我不要让你来拍，你当贵宾就好了。来贵宾就好。那可是人都到了，来都来了，最近流行，来都来了，那我们就还是带着摄影机去拍。那拍了之后我就发现，那退休的这只狗，其中有一只狗叫福星，它是台湾唯一的。从小训练就是闻血迹的，它那个叫血迹侦测犬，唯一一只，也是拉拉，它也是那一胎6只黑的狗狗里面唯一的一只白色的拉拉，所以很特别。它妈妈是黑色的，所以那一只狗在当初我们记录的时候，其实就有蛮大的目光投在这只狗上。可是6年前，应该讲8年前。你还不知道哪一只狗会变成主角，所以每一只狗都会拍。所以血迹是指说，你可以给它闻一个血，然后它可以去找到那个血，这样没问题。它主要是闻人血的味道，然后它要排除掉鸡血、鸭血、猪血、牛血，它排除掉这些味道，它不会有反应。可是最近不是蛮流行一个那个就是抽血的议题啊，师大的这个案子。对，其实血的来源很难取得。对是不是说我们要他来闻一闻？对，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你那个我们叫做嗅源的那个嗅源，
啊，这嗅源的这个来源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像他们有些狗狗会去闻毒品，对，他不可能真的拿毒品给它闻，那他是闻代用品，他是闻那个毒品的代品啊，比如说 TNT 那个爆炸的黑色火药，他是拿那个的代品，那个代品其实很贵哦，就是都在国外买，在美国买，那个要合法的管道进来，要不然你闻的那个东西变成不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个东西的嗅源的话，那这个狗狗等于被建立的那个味道是不成立的。比如说我跑到你这边来说，哎，你在门口坐下，就是哎你身上有那个东西啊，结果那个味道是错的，那他就被抓起来了。那我这个就算他闻到人的血，他辨识出来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昨天我就是有一些刑案的东西啊，就是说中和有一个老人走失不见了。那因为他在现场好像有衣服掉在那边，那狗狗有闻那个血迹的味道，然后去找到，但找到那个老人已经走了。那在之前还有一个板桥分尸案啊，板桥分尸案，一个应该是台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很温馨的感觉变得很恐怖，就是他还是他还是有很多刑案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他先闻到那个我们要找的人的味道，对，然后再去帮忙我们人呢去找到那个，找到他的在哪里，可能身体或者是什么。哇塞，对，是因为他可以嗅血，对，他可以闻到，所以他的工作主要是找人，他就是他被训练就是闻血啊，那只狗狗呢也是在去年的12月退休。哇，那退休的时候，他当初的领犬员就是他后面的领养人哦，就同一个。那其实要训练一只这样的狗是很不容易的嘛。对，你光想说准确度啊各方面，这样子说，就是不是每一只狗都可以做这个工作，这第一个。可是能够被训练成做这样子工作的，可能这只狗一辈子大概就是做这几个案子而已，它不大可能每天都有，你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这种连环杀手这边在分尸，不可能。可是它只要有这样子的功能，我觉得它只要有这样子的功能被肯定，那我觉得这个狗狗存在的价值就会被呈现、被看到。那这个是血迹侦测权的这一块。所以说当初，可是不是所有的狗都在做这个，其实主要其他狗狗的工作是在闻爆猎物哦，其他狗狗的工作是在闻毒品，这个才是比较大众。当然刚刚讲的福星这只狗其实是我们故事的主线啊，从它生出来到退休，可是这只狗狗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警犬队，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讲为什么会有警犬队这个东西的成立。这也是昨天放纪录片的时候，就是看完之后有些观众会问我的，对，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警犬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对。那刚好借着今天，其实也可以再跟观众或是听众再多一些说明，就是他可能有被特别强调的能力，然后在整个狗的警犬团队里面，他们会有一些分工。像机场都是米格路，对，那个就是防检局闻植物的动植物肉品，闻猪肉。对，比如说你有带什么热狗走过来，哇，都有被闻起来，然后一坐下你就昏倒，这样子就被叼走。但刚刚我要讲那个，其实我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想哈，应该影片这电影是这样子，当然有点剧透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到现在这个阶段有剧透也无所谓了，这样子。我们的其实，在宣传片里面，其实一开始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爆炸案，台湾有一个爆炸案，是麦当劳的一个爆炸案，它呢是台湾第一起用水银炸弹，然后有拆弹人员，然后这拆弹人员我应该可以讲名字，叫杨继章啊，一个拆弹的人员，然后因为那个水银炸弹不慎处理的过程中间被引爆，这是台湾第一起爆炸案，就是水银炸弹爆炸。那水银炸弹因为它是一个很不安定的状态嘛，那就一个可能管子里面有一个水银这样子，那当然它可能就因为震动就触动这样爆炸。好，那个是台湾是第一个拆弹
爆炸、勒索、要赎款，然后想要影响台湾治安的第一个案例，然后造成人员死亡。所以这个骗子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就有用影像去讲述这个事情。可是就像有些人可能看到有一个爆炸的影片，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特别强调把这个案子讲得那么清楚？因为那个事情发生30年前。哦，假如说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用掉太多片，大概就是1个小时的片子的专题了。那毕竟会有警犬队的由来，跟这个爆炸案有绝对的关系，可是也不是因为有爆炸案马上就成立警犬队，而是说台湾有发生了这么多的爆炸案，还有树林车站的铁路车厢爆炸案，就有些人这样子。那像这个都是因为人家用爆炸的，不管是 TNT 也好，火药也好，还是其他的塑胶炸弹也好，什么这些东西造成民众的恐慌，甚至于恐怖事件。那有一段时间是 IS 有一些这种攻击，恐怖攻击，也让台湾的治安会造成有一些相对的恐惧，所以说才会把这些的狗狗警犬队的这种成立的重要性又在凸显出来。那毕竟有的时候说比较那个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承担人类的一些危险。承担，可是它嗅觉也很好啦，你要这么说，它嗅觉非常好，我们人没有办法闻得到的，那这个狗狗可以闻得到，这样子。OK， 那这个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影像，我们未必有提得很清楚，可是这些画面通通都有啊，这些画面通通都有。我一看到这部片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想说，是因为大家现在很爱狗跟猫，所以才推出这个电影吗？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对狗跟猫的关注真的是非常大。对，动物权。对啊，就是当儿子当小孩在养啊，然后非常投入这样子。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所以实际上你刚刚也比较在一个潮流上。对他，假如说我今天要做狗狗题目我可能不会选这个题材啦，比较严肃了。就说现在警察也蛮多人讨厌的，就是他每次跳出来就是开罚单嘛，对啊，是不是？大家看到警察就讨厌，就基本上啦，就是你不出事，当然你只要有发生什么事，你大概还是找警察，可基本上警察会跳出来，大概都没有好事，所以说，而且警察才几万人而已，全台湾大概8万还10万，我忘记了。就这么这些人，假如说我今天要拍个电影，这些人是我的观影的对象的话，警察加警眷，我们算50万人，这不是一个拍摄的，你知道，这不是一个选择题材的一个方式啦。所以就我而言，其实我只是真的蛮单纯，觉得说，警犬我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我当初想要拍，这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题。我自己应该说，因为我昨天结束之后，就是有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就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成人，他是大人，他不是小朋友。我们昨天在看影片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后面坐了一排小朋友，都是学龄前的，然后他们就哭得很惨，因为他们可能 get 到的就是，因为里面有些画面是关于狗狗的它的辛苦，也包含它狗狗帮狗狗送终。生老病死，对，就是小朋友哭得很惨，然后我看到哇，这情绪反应好大哦。所以他们不是哭那个犯罪的画面，然后但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心理师，他就是一开始他看到那个爆炸案，再看到狗，他马上 get 到原来这些台湾的警犬的出现是为了要代替人类进入到危险场域，所以他是被当作是先锋，对，所以如果有危险的地方，他们会先死。所以我的朋友就是一看到影片一开头，他就开始眼泪已经掉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些狗狗是代替人类去到危险的地方，所以每个人 get 到的点不一样，然后他就会好奇，对他，所以这个也变成他的一个 trigger， 就是他会想要知道说，那接下来这些警犬他要怎么样去被赋予人类的这种责任之后，他们要因为是这样开始的，就像我是跟他讲，然后对于观者来说，他就在一开始就被破题，他就会被引入到一个好奇心，就是说，那这些狗狗的未来
是怎么样，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伟志哥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从过往这几年的素材里面，他剪接出来的一部影片，虽然它是放入大戏院，可是它是我觉得给普罗大众看的，比较不像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议题型的纪录片，就是想要讲一个明确的议题要做讨论，他比较想的是去跟大家介绍这些警犬他们所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出生，他们如何被训练，然后他们是如何跟人类工作，那人类又如何去依赖他们，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生理性的优势，在心理上面也需要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借着这部影片可以更了解狗狗跟人怎么一起工作，特别是在警察队里面。对啊。那我也想再往下再延伸好了，就说小朋友的反应，其实我更在意了。我们试片有4到5岁的小朋友，没有问题，可以整片100分钟看完。其实假设了，你今天讲说有部纪录片要试片，我觉得小孩子要让小朋友哭太难了。纪录片的话，以我们听到纪录片，直觉的反应就是我不想看，我好累。然后带小朋友大家一定哭，这边睡觉，这边不能带小朋友出去。那我觉得狗狗的个性就是很单纯、很直接，有的时候也蛮想要耍小聪明，可是又很容易被发现。狗狗啦，我指狗狗，它是可以让我们受过训练的人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大概它想要干嘛。狗狗，所以我们也不大想把这个片子做太多人的诠述，说这个狗在干嘛，那个狗在干嘛，去帮他讲他在干嘛这个事情。我们只想要让观众好好的看看狗而已。你好好看看这些狗狗，这些狗狗不是家里面的宠物，而是你好好花个100分钟，好好坐在那边看看这些工作犬、这些警犬在做什么。我觉得导盲犬的纪录片可能就比较多，或者推广比较多。像你看那个《再见可鲁》，对啊，可是那是剧情片，对，他可能用9只狗去演一只再见可鲁，可是我们这个狗是从生下来就是它，就真实的，它就是活生生花了8年9年的时间到退休到老，所以你花100分钟的时间，其实是在看一个缩时的影片，它把8年狗狗的生命缩时在100分钟给你看。所以是这些狗狗会服役8年，差不多，因为拉布拉多来讲，大概5、6岁，因为它的体型、身体的那种体型，大概就会变形，然后髋关节可能就会开。对，所以那个狗狗整体就是呈现老态，大概6岁、7岁就呈现老态了。他们大概就活11年、12年吧，普遍大概11、12。所以你要想啊，这个狗，所以我们这部片子叫8岁。大概就是8岁、9岁，9岁都很少。为什么会叫8岁9K？ 好 ，OK， 这个我们回到这个片子的片名设定。当初在2016年，这个片子在2017年在提案的时候，我们就选这个片子叫 K9。那 K9 其实在英文就是犬科，有猫科、犬科什么科的动物。其实 K9 就是犬科这个动物的名字，就狗狗，就狗的意思。那 K9 的前面可能加 Police， 就 Police K9 就是警犬。然后还有一些 Rescue 搜救的 K9 就是 Rescue K9， 它前面会加一个机关的名称或者是什么去定义这个是什么样的 K9。那我们拍的呢，其实就是警察的 K9， 所以 K9 变成是有点像是一个犬科，有时候人家就讲说那是一个工作犬的一个简称。这样子。那所以后来这个片子呢，我们想说光讲一个 K9 好像大家也搞不清楚，要讲个半天大家才知道哦。那这个其实对行销宣传不是帮助。
那人家就讲说，那到底要讲什么？哦，警察狗的故事哦，还是什么？就讲了一大堆。后来我们就临时想，就说哟，那还是要既然是纪录片，还是要有点内涵嘛。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在想纪录片，并没有想成是商业片售票的形式。那我们就想说，哎，那工作犬的退休的年纪大概是7岁到9岁之间。那这批狗狗呢，退休是刚好都是8岁，刚好这6只都是8岁。那我们就干脆取名叫8岁好了。那会加一个 K9 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发行商在填那个送审资料的时候，他就写一个 K9，实际上我们当初并没有 K9，反正无所谓。他问你有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也不用抽检，反正就随便了，这样子反正能够知道就知道。OK， 大概是这样。比如像大象是什么 ？K 多少？大象多少？大象。大象也是我们人类的工作伙伴。哦，真的哦，我不晓得。改天拍个大象好不好。好。大象，我超喜欢大象。对，因为桑尼很喜欢大象。我讲我对警犬唯一的接触就是我曾经把我的狗，我以前养一只黄金，然后因为我要出国，然后它就是我训练非常失败，它是一只很不乖的狗，所以刚好我暑假要出国，我想说怕它又没有人照顾会热到，然后就查了之后找到一间警犬学校。然后他们会包含训练，然后住宿各方面，所以我就把它送进去1个月，没有用。它可能已经长大了吧？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的狗很耍赖，然后后来警犬学校人就说，它都会知道要干嘛，然后就不做，然后它或是大家要干嘛，它就会假装它都不想一起，可是大家都不见了，它就很紧张，反正就很好笑，然后。没有用就对，但是那是真的是一间警犬学校，但我的狗最后是在我带回家之后，它有了分离焦虑症，就是我只要带它去哪，它就会开始紧张，说我要把它放到哪里1个月，它就后来变得很焦虑这样子，训练失败，还得了分离焦虑症。对，然后它也大概到12岁、11岁，去年走的，对，后面的花费很大。其实我觉得它从一开始到最后都非常的难照顾，可能因为气候或是各方面，然后我觉得真的很难照顾，因为剪毛啊、长毛，然后皮肤病、眼睛病，然后什么，然后因为我的医生从头到尾就一直交代那个髋关节的问题，所以我有比较留意。因为你如果让他们在瓷砖什么，他们可能很小，髋关节就坏掉，你换一只好像是40万。对，所以我的狗它都是在石子地，所以它的髋关节比较没有出事情。对，反正我养过一只大狗，就我觉得哇，那个花费很可怕，那个很辛苦。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我们到后面我们才理出这个片子到底我们出来跟不管是朋友、观众或者是听众所有的宣传，我们后来也是抓到一个聚焦的点。其实那个也是在我们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没有想到的，因为狗还没退休。所以不晓得说这些退休的狗狗它会去哪里，过得好不好？过得好不好？可坦白说，新北市这些警犬在退休的时候，只要一公告，大概是上千个家庭来要领养，所以不怕没有人领养，而且条件都非常好，它的领养条件非常好。可是重点来了，可是有一些狗并没有办法被领养。当然，它领养是有个顺序的，最优先的是他原先带他的领犬员先领养，就是原先这个警员优先领养。那可能警员因为家里面的环境或者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养这些大型狗，那开放就会开放。他通常开放都一下就秒杀就没有了，就被领养走了。可是有一些狗。大家是想要拿来保护家里吗？还是也都不是，就是他会通常不是，他会去评估。你假如说就是什么看鸡疗、看猪瘟，那不可能的啦。就他会去看你的家庭，所以那都是非常优势的家庭，环境非常好的家庭，可能家里面院子就上千坪，是那样子的环境，吹冷气。但我还是很好奇说，一般民众，你说上千个人想要养警犬，那个背后是什么原因？是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工作犬退休，觉得一只训练好的狗，又乖，已经训练好的狗，而且他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子的狗狗我来领养，也觉得好像也不错，比较轻松，好像也觉得不错。可是毕竟大家都心里，我觉得爱心还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虽然有一些人说这警犬很特别，可是不要忘了，它前面扶的那个勤务可不是你们一般家里面养的宠物犬，平常就躺在那边睡觉，完全不是那个状态。所以有时候你领养回来的、接收回来这个狗，可能本来就一堆问题，本来就一堆问题，身体的状况本来就一堆，而且有些问题是你看不到的，它后来才会呈现出来。因为一般人不是会怕说，这只狗之前有去帮忙找尸体啊，然后处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不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吗？所以那个狗狗后来就是他的原来的情给领养的。我的意思说，我只是好奇一般民众他们那个心情，就是我觉得狗狗在服勤务的那个状态是一个状态。对。那可是就相同的。他会有一些面试跟口试。假如说你有这么多的顾虑，自然你就不会去当领养人。对，但我是好奇，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啦，但是我只好奇说，一般人的那个心情，他们是会觉得说这样的狗，我这样问好了，因为桑尼刚刚跟我说他的狗被送去警犬队会才就有一点点分离焦虑，那我就好奇啊，这些看过大风大浪，而且很多混乱状况的狗狗，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PTSD 啊？这个要问兽医，我也好问题耶，因为就像是嗯动物智商越高，能够当警犬的狗狗，它一定它本身它的敏捷度啊，好，这样子说好了，特别一定有。对啊。可是假如要凸显这样子的议题的话，可能这种片子永远你们看不到。没有，我刚刚的卡点只是会觉得说，警犬是一个这么特别的种类的狗狗，结果有这么多家庭很想要养，然后我就会好奇说，他们不会担心说那个狗跟他们日常生活距离很大啊，或是一般人听到说这只狗以前在做刑案，可能都会怕啊，或什么的。这个我倒没有推敲，这个可能要问领养人家庭，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桑尼会想到这个是蛮好的但我可以理解是可能觉得蛮荣誉的，或者是觉得应该被训练的很好很稳定。这基本上这是一定的啦，这是第一个，因为它毕竟不是路上的小黑小黄，它是从小就被训练，从小就可能会被淘汰。然后从小到大，他大概可以开始服勤，大概7个月、8个月就开始进到现场就在做。当然你是 focus 在刑案嘛，可是他大部分是在闻爆猎物跟毒品嘛。所以你讲的那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而已嘛。好，那我觉得还有更多数的警犬在做的是闻药品、闻爆猎物这一些，可是。这个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服勤务的环境跟机场你看到那些米格鲁是完全不一样。机场米格鲁工作就是一个那个环境，对，是比较被保护的。不能讲被保护，就是那个环境。对，他每天就是去那个框框里面去工作，走来去。他不会去见，他当然会有不同的旅客，可能那个环境是狗狗熟悉的。那警犬去闻爆猎物，哪来的爆猎物？你从来可能新闻都没有看过有爆猎物，因为假如有爆猎物被狗狗闻到，我看大概就麻烦了。所以可是不做也不行，所以谁出来之前要去闻这些爆猎物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总统了，就是总统之前的勤务，国安勤务，才会用到这些狗狗。所以你们。对于一般的观众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狗狗，很正常，因为我们也不是总统，我也没看过。而且他是总统来这个地方之前，可能前一天他们就在这边巡了，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没有交集，完全没交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这狗是什么啊？这狗狗警犬是不是会跳出来咬人？先遣部队不是跟美国一样，门打开，狗就喷出来咬人，把犯人咬倒。我原来的概念是这个，台湾不行。台湾不行，所以每个国家的警犬系统又差很多。差很多，差很多。哇，不好意思，
这边要剪掉。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拍一个电影，我的光选材、选人、选角，我都搞不清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个会收了。那到去年才看到有一点点端倪，我们才把那个片子重新开始做剪接，就是今年年初。现在我们今天的访谈现在是8月，你扣掉宣传，扣掉送审，其实我们剪这个片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我不会演讲，真的很短。那在剪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还要找到看这个到底我们要传达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什么议题？第二个，第三个，警察局要同意这个片子能够放出来。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努力做这么多的让别人同意跟这样子的努力，又为了什么？就为了那只狗狗说，大家因为有什么创伤症候群或什么东西，这些要去为狗狗争取福利吗？还是要为这些狗狗去争取保险，服役中的保险？还是为了这些狗狗生活环境出狱要更好，要被合法化？警犬它从来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官阶，它没有薪水，它在法令上面，它连警械使用条例的一个都不是。那你怎么回答刚那一题？哪一题？就是那为什么要呈现这部片？好，做片子它就有一个结果或两个结果，两个结果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它变成硬碟存在我抽屉里面，这一个，另外一个我就是要拿出来给别人看，拿出来给别人看，2选1，简单吧？一藏硬碟嘛，摆在抽屉，我原来就是摆在抽屉，8年这个过程中我都摆在抽屉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把它拿出来让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在疫情的那2年多，完全是停滞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片子后面能发展成什么样，因为狗也没退休，好，那现在狗狗退休，好像这个故事有一个结局，那接下来结局我要告诉人家什么？就是狗退休了，是这样子吗？好，那就要回复到一件事情，我想讲什么？后来我发现，想讲什么之前，可能大家都还搞不清楚警犬是什么呢？台湾有警犬哦，台湾有这个狗哦，在新北市哦，有这些事哦，那我觉得只要先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就好了。假如想太多，做太多，只是往后延而已。我怎么知道明年或后年会发生什么事？也还好，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赶快先做，要不然明年，不要说明年，现在8月1号，那个警察局局长就换人了，你知道吗？就升官了。新来的警察局局长，假如说我们这个片子怎么样，我可能这个片子就没有了。所以还好，早1个月。所以什么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动机，大家现在都在讲说你的起心动念很好，可是显化，就是你还是做嘛，因为你没做，你永远只是看一个后面倒果为因的这种倒叙法。我觉得那个只是我现在回答会比较友善一点嘛。我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我们只是想说多让人家知道工作犬在做什么，让人家知道警犬在做什么，让可受众。再小的小孩都可以看，然后老可以看到102岁也在看，我觉得这样子 OK， 这么越多人知道工作犬，知道警犬就好了。假如说有些人会有任何的疑问，或产生一些共鸣，或产生一些关注 ，OK， 我觉得我工作就做到了。那其他有些人要接续下去做 ，OK， 他们就欢迎。那我觉得发第一枪，我也没趴下来，我也没因为说做了这部片子我就垮了或干嘛 ，OK， 我觉得就皆大欢喜。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第一步，我觉得蛮可以，就是认同。不过我觉得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去让大家看到人跟狗怎么工作，我觉得这个面向也是真的很动人。
那对啊，其实好，这边应该可以讲一些比较技术面的东西。那当初在拍这个片子，其实我们也当然去观摩过很多的片子，不管是九把刀的12夜这个是大概在10多年前票房6000万的大片，然后有再见可鲁，然后忠犬小八，陆陆续续有国内的、国外的、好莱坞的、美国的、日本的，通通都有，通通都是朝着这种狗狗题材。这些片子我们都重复的阅读过都重复阅读，然后去看它的故事结构。可是毕竟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剧情片大部分都是剧情片，不管日本的也好，好莱坞的也好，都是剧情片。那我们会去分析它的影片的结构，再去想想看我们的片子。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走那个再见可鲁第2版嘛，也可以啦。可是仔细想了一下，毕竟这是一个真实的单位，这是一个纪录片。可是我们现在不妨走出去问问看，说10个人或者20个人，或者是现在 Z 世代的年纪，现在 Z 世代的人，当然还有阿尔法跟贝塔世代，可是那个太小。我们用 Z 世代来询问说他想不想看纪录片，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票房毒药。假如说一讲纪录片，大概基本上。请他看，他可能勉强同意。你要他花200到300块钱看，太难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把纪录片稍微藏了一下，在这个片子里面。那刚刚提到的是说，人跟狗狗之间，我们把拍摄的高度降到跟狗狗的视觉高度是相同的。而不是用人的高度。其实摄影机的高度就是我们眼睛的人的高度。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高度其实降到狗狗的高度的时候，跟狗狗一起在执勤的高度的时候，在电影里面你就会感受到狗狗所面临的环境。你电影在电影厅，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观众进到大荧幕去看，而不是看手机。所以有些人说，你能不能把那个档案给我，在电脑看？其实我都很不愿意用那种方式，并不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赚这个电影票。说实在，你赚一个电影票，我昨天才跟我娃讲，30块、50块，一包香烟100块，还买不到2包，还买不到1包烟呢。那我只期待说，你能够透过大荧幕，比较在视觉上面能够真的感觉到那个工作犬的工作场域，而不是你人的高度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你也稍微愿意花个100分钟的几分钟去体会一下这些为人类工作辛苦的工作犬，它的环境是什么？那娃娃，你要不要分享你看完的心得？就是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因为你没有参与这部片的制作嘛，那你可以就是一个观众由你来分享你看的感觉。我的感受是，几个面向，因为我有跟伟志哥讲过，就是我比较喜欢议题型的纪录片。那我就影像的，就是我应该这样讲，我应该是说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我知道伟志哥他平常的时候就会对一些不同的生物会去关注，然后他可能他的硬碟里有很多的素材，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起心动念，要整理他的其中一个素材，然后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知道，光是这件事情就还蛮耗费心力的。然后你把它变成是，因为你不是先有一个你想要讲的故事再去拍片，而是你有一个海量的知识库，然后把它做剪接，然后试图让别人理解。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所以它蛮挑战我的观影经验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目标导向型的人，而且我喜欢看纪录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借着纪录片去认识某一个事件。所以我是比较偏向议题型的纪录片的观众，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片对我来说会比较挑战，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很多只狗，很多个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我刚刚看到这只狗出场，然后它有一个工作跟角色，我正想要多了解这只狗的工作情况的时候，又换到另外一只狗，
所以我其实我头脑会有些困惑，就是那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关于这只狗它在工作里面是不是就会很适合小孩？对，因为小朋友他的思考逻辑跟我们不一样，对啊，他比较发散，然后又很贴近那个狗的视角，对，然后因为他又很近距离，然后又有很多 close up 的镜头，所以我看到我后面坐的后面那个小朋友就是很专心的看完这整部片，所以就是我觉得伟志哥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其实很清楚他的取舍，就他的观众群可能不是我，因为对我来讲，我可能会期待。当我锁定这只狗的时候，我想要知道这狗后来的未来的发展。那可能这条线就忽然间又插出另外一只狗，或者然后再加上可能我的情绪的堆叠就没有办法一直往上累积。比如说我正准备为这件事情感到，可能有些人类的情感，我想要为他感到难过或什么，忽然间就镜头一转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我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堆叠，所以我会有一点点困惑，然后会有一点点好像。很多问题想要更多的去问导演，但对小朋友来说，他就是一直不断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很兴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我们人在学习的过程不太一样。然后我想伟志哥他应该也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他想要面对的观众群是谁。那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达到他的目的了，因为他想要对小朋友说话，让小朋友可以完整的看完一部纪录片，而且对更多的认识这群警犬，其实这样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他的目的可能就不是像我这样的观众群。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然后但是还是可以看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部分。但是今天应该算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今天在聊。8岁这部纪录片，所以今天比较没有机会聊教育。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伟志哥来聊教育，因为听起来他有很多甚至听起来很特别的教育经验。对，包括对于一些比如说犯罪啊，或是性剥削的孩子，然后过去在学校的经验。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应该都会非常的精彩。好吧。好，那如果针对今天的主题，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补充或是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也是延伸吧，就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想要对话的对象是比较小的小孩，或者是很老的老人跟很小的小孩，因为我觉得，当然，我现在，一个父母亲带小孩子出来看电影这个行为，当然可以把小孩放在家里，大人自己去看电影，这是一种行为；还有一种行为是，大人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大人有时候关注的可能是我的小孩吸收到什么，我小孩看到什么，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这个片子里面学习到什么。那假如一个影像，它总要有一个说故事的对象，比如说我来今天 podcast， 你有你的客户，你有你的长期培养的人。那我可能就要对着他去讲这个他听得懂的这个语汇的话。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一个这样子的影像去做8岁的故事的说法？其实我们想要讲的对象，其实也就像狗狗一样的反应，其实就是很直接，它没有太多的人的论述跟人的理论，人讲出来的理论，而小孩子可以这么看得这么开心，可以100分钟这样子看下来，然后还可以跟你有回馈。最大的原因，其实现在短影音充斥这么多，他如何能够去读100分钟不睡觉不跑掉？这很不容易啦，就说很不容易。那个就是抉择，说我要把很多的议题把它打散之后，变成缩小块之后，看起来还是有故事线，可是要减少大人的资讯投入进去。那小孩子能看，坦白讲，狗狗也可以看，所以我们这个片有给狗狗看。狗不会睡觉，狗还有反应，真的好有趣哦。我们试片有给狗狗看，太有趣了。就是那狗狗在跳窗户，它就会好开心。宠物友善电影呢？有，然后
那个妈妈 Coco 生小孩有一段是生小孩。Coco 那天也有去，就那只警犬退休的警犬也有去现场。他听到他生出来的小孩的叫声的时候，这个狗狗也有反应。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做一部片子出来，我先不要讲说要不要上到大荧幕，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商业的部分的问题。所以今天假如说我可以把在后面结尾的时候再聚焦一下今天访谈我想要讲的，其实。当然有教育的，有什么 anyway 或工作权。其实我在上映的第7周、第8周来到这边，想要跟各位听众讲的，就是说，7年8年做一件事情是现在在看的，可是7年8年做，它不一定有结果，可能也是很正常的。可是只要不要忘记你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假如哪一天当你察觉到它可能会有一些结果的时候，那请给当初的你自己跟你当初被设的这些人一些机会，他就有可能因为你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让当初8年前的这些人这些狗狗被看到。我觉得这样就好了。那我想收尾我可以收在这边，应该 OK 啊。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补充的，应该就是说，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对伟志哥的观察，就是我觉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去认识他，你会想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你会不自觉的会想要拿手机多拍他的照片，因为就觉得看到他就是开心嘛。那我觉得伟志哥其实他很喜欢拍各种生物，因为在他眼里很多生物都很可爱，所以这是我一开始认识他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不会特别对黄蝶有特别想要拍他照片的地方，然后。他拍的很多各种不同生物藏在他的硬碟里面，就是因为他真心的喜欢这些生物，然后他想要为他们说些话，但他以前的影片比较偏向科普。那我觉得随着我这些年来的交易，我发现伟志哥越来越具有一种不同的导演的格局，就是他会关心到。他会更有策略性，他会关心到他的观众群，他们可以理解多少，然后他要用什么样用他的影像语言对他们说话，他就不会只是经营在自己的小世界，他会想要 reach out， 用他擅长的方式去 reach out， 就是更广大的当中，包含很小的小孩子。那以昨天的我们小金鱼有67位报名，这是蛮多人报名，小金鱼有67位报名，然后只有一个孩子提早离开，因为爸爸要做生意就提早离开，其他全部都做到最后。而且我后面还有问3个问题，就是拿着海报在戏院门口，然后问小朋友3个问题，他们都为了要拿那个海报，就是有回答我其他关于这个面相关问题。其实我身为老师是蛮感动的。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为什么小金鱼跟山鱼书店要做这件事，当然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关心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生物，还有包含关心我们自己所成长的地方。那从小去关心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身边的其他的物种的生存环境，这是我觉得做教育的人我们可以做的。那用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大概是这样。OK， 好，谢谢。谢谢张颖。好，谢谢。我觉得总结就是教育跟纪录片都蛮浪漫的，但要能够耐得住一些很百无聊赖的事情，比如说行政工作。还好，他把后面又拉回来，大概比较欢笑一点。因为你是处于一个当下一个很真心投入的状态，可是你不知道它会发芽长成什么样子嘛？那这就是一种浪漫哦。好，那谢谢，然后希望之后有机会再多聊。谢谢。谢谢。好。